这个小孩站在荒无人烟的破庙门口，看到对面疾驰而来的马车，他突然跑到马路中间，展开双手。车夫大惊失色，一个劲儿地呵斥小孩快点闪开，可小孩却充耳不闻，始终站在原地，眼看就要酿成一起车祸。车夫甩动长鞭将小孩抽飞出去，这才堪堪躲过。小孩自己站起身来，对脸上的伤口毫不在意，居然伸手就问车夫要钱。车夫愣住了，心想这小孩不会是碰瓷的吧？小孩接着说，我娘在庙里生病了，需要钱。马车主人云姑娘让车夫进庙里看看，果然有一个病重的妇女躺在地上。云姑娘人美心善，准备给小男孩一些银子，可车夫却说今天没带。云姑娘让他跟自己回去拿银子，小孩放心不下母亲，表示不能离开。云姑娘感动于这个孩子的孝心，拿出自己的随身玉佩，说凭借此物可以随时到张家寨找他。小男孩喜不自胜，目送马车离开后，立马把玉佩拿给母亲，说自己遇到了好人。接着欢呼雀跃地跑出破庙，要去给母亲找点吃的。可没走多久，这里就来了一伙强盗。当小男孩乞讨回来，母亲已经被人杀害，玉佩也不知所踪。小男孩悲痛万分，暗暗发誓长大后定要找到凶手，为母亲报仇。就在这天晚上，这群强盗又洗劫了张家寨，云姑娘不幸遇难，女儿秀芳在父亲的保护下逃过一劫。10余年后，一位青年侠客横空出世，他脸上有一道疤痕，为人侠肝义胆，嫉恶如仇，江湖人称巴拉虎。此人就是当年破庙前的小男孩。这天，巴拉虎走到大街上，他无意间看到一个老头腰间的玉佩，竟是当年云姑娘给他的那一块。当天晚上，巴拉虎找上老头，询问他玉佩是哪来的。谁知老头一听火冒三丈，仿佛是见了仇人一般，愤怒极就要跟巴拉虎动手。巴拉虎从容应对，没过几招就将他制住。可老头不管不顾，他挣脱束缚，向巴拉虎扔出长剑。巴拉虎转动车轮格挡，结果长剑弹回，直接将老头误杀。巴拉虎没有气想老头为何如此执拗，只是拿回玉佩，准备将它归还给云姑娘。巴拉虎来到张家寨，在废弃的老屋里，他遇到了当年那个车夫李奇龙。李奇龙讲述了当年的噩耗，云姑娘已经不在了，罪魁祸首乃是江洋大盗洪旋风铁鳌。此人横行霸道，目无王法。张家寨老爷本是朝廷命官，一下令通缉铁鳌，不幸遭到对方的报复。此事过后，朝廷加大缉捕力度，铁煞改名换姓，彻底隐匿于江湖。目前家里只剩下老爷跟女儿秀芳。巴拉虎跟着李奇龙前去拜访，却发现张老爷碰巧在昨天去世。秀芳看到巴拉虎后，情绪突然变得激动，他认为那块玉佩是不祥之物。当夜，母亲把玉佩给巴拉虎后，张家寨就遭强盗袭劫。如今父亲被害，也是因为这块玉佩。巴拉虎隐隐察觉到一丝不对劲，他偷偷靠近棺椁，竟发现里面躺着的人就是昨天被误杀的老头。巴拉虎愣在原地，神色变幻，脸上有惊愕、懊恼，还有疑惑。当听到秀芳要聘请高手替父母报仇，他决定帮秀芳杀了铁鳌。秀芳面露喜色，承诺替他报了父母之仇，会拿出1半家产作为酬金。接着巴拉虎又询问秀芳，玉佩怎么会到你爹手里？秀芳说，是父亲无意间在天宝银楼发现，然后花高价钱买回来的。巴拉虎来到天宝银楼，他找上老板一番询问，得知这块玉佩是几年前收购的，卖家是一个古玩爱好者，名叫燕麦林。巴拉虎马上去找燕麦林，可对方看过玉佩之后就矢口否认，这块玉佩不是我的，我已经10几年没有碰古玩生意了，老板可能记错了。巴拉虎只好告辞。他再一次来到天宝银楼，却发现老板一家人已经被人灭口。巴拉虎看到一道人影，立马追了出去，一个大胡子将其拦住，奉劝他不要多管闲事。巴拉虎不禁冷哼，哪怕危险就如同这暴雨般猛烈，他也不会放弃。双方一言不合开始决斗，只听见一阵刀剑抨击之声，大雨突然停了下来，同时两人胜负已分，大胡子死于巴拉虎剑下。巴拉虎又返回燕麦林这里，发现一个男人正在跟他交易古玩，此人正是江湖巨盗飞天鼠朱峰，专门做些杀人越货的勾当。巴拉虎破窗而入，质问飞天鼠朱峰，这块玉佩是不是他偷了卖给燕麦林的？朱峰居然没有否认。巴拉虎认定他就是杀害母亲的凶手，马上跟他缠斗在一起。不想朱峰确实有几分本事，巴拉虎使出全力竟不能取胜，结果在中了一镖的情况下才将其击上。燕麦林见状，马上上前解释，说这个人其实就是洪旋风铁鳌，当年他销声匿迹，改名换姓，将洪字改成朱字。
红旋风的风换成枫叶的枫，成了如今的珠峰。巴拉虎将信将疑，叶曼离又让他看珠峰脖子上的一颗红痣，传言红旋风就是因此而得名。巴拉虎来到秀芳住处，告知红旋风铁鳌已经除掉，这一消息让人振奋。看着巴拉虎身负重伤，秀芳内心感动，有意让巴拉虎留下了养伤。这段时间，秀芳悉心照顾着巴拉虎，两人相处有了微妙的变化，互相暗自生出情愫。可等巴拉虎把伤养好，他却迟迟不敢表露心扉，因为有一个心事一直藏在他的心底。这一天，巴拉虎鼓足勇气告诉秀芳，已经找到了杀你爹的凶手。秀芳开心不已，巴拉虎用竹竿做了一把连环弩，声称已经约了凶手明天在飞龙山比武。他叮嘱秀芳，你用这把弓箭埋伏在伤口，万一我失败了，凶手必然会经过此地，你发动机关9箭齐发，凶手定然躲不过气。第二天，几人在山腰布置妥当，秀芳却不想这把弓弩派上用场，她更希望巴拉虎能够起身。巴拉虎骑上马飞奔而去，然后换了一身衣服，又骑着马飞奔驶来。秀芳远远望去，怎么是一个穿白衣服的人？她以为巴拉虎战败了，忍不住流下了泪水，毅然决然地发动了机关。凶手应声落马，可当他走近一看，竟然是巴拉虎。秀芳难以置信，巴拉虎这才拿出玉佩，说出了真相。秀芳崩溃了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就在这时，燕麦林突然出现，原来他才是真正的红旋风铁鳌。巴拉虎瞬间激动，跳起身来要跟铁鳌决斗，可他有伤在身，只一招就落入下风。巴拉虎强撑意志，脑海里浮现出母亲以及云姑娘被害的情形，仿佛一瞬间又充满了力量。一番苦战之后，巴拉虎抓住机会甩出飞镖，刺瞎了铁鳌的眼睛，眼看就要除去大恶，一个人却甩出铁链阻止了他。原来此人是一位密探，专门负责缉拿红旋风铁鳌，这下终于可以回去交差了。看着捕快带着铁鳌渐渐远去，秀芳也要带着巴拉虎回去疗伤了。